少爷，少爷您小心点儿。少爷，哎呀，都是要娶媳妇儿的人了，还不知道爱惜自己。听说少奶奶是个厉害的蛮子。你自己好好走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少爷小心路滑，小心点儿。你的婚事怎么样了？我见过他了，我不想嫁给他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他。云南来人了，是武三桂的亲侄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三藩的势力太大了，朝廷对于是不是要撤藩一直犹豫不决。哼，武三桂从来就没把咱们广西放在眼里，现在正是顺水推舟壮大自己的好机会。看来你已经想得很周到了。现在皇上年少，太皇太后年老，谅他们拿三藩也没什么办法。武三桂兵强马壮，准备多年，朝廷要是敢撤藩，我就把所有的赌注压在武三桂身上；朝廷要是不敢撤藩，我就利用朝廷和武三桂他们。我了解皇上，我想他多半会选择撤藩的，就像当年他决定除掉鳌拜一样。哼，那是他们满人自己狗咬狗。你骂谁是狗？我说错了。皇上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对不起他。现在汉人和满人可是4比1啊，咱们用力些。格格可真是贵人坯子，这2年我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。难怪孙将军说什么，他从来就听不进半句。唉，有时候我都看着孙将军可怜。我知道，孙将军是打心眼里爱死他了，什么都愿意自己受着。只要真格格好，自己就是再可怜，也不许别人疼。可惜，据我所知啊，一心要真格格好的人还真不少呢。他可真是好福气。还有谁？哎，孙将军终于开了金口了。我看我还是不要说的好，你永远是斗不过他的。他是谁？我不能害你。快说。是皇上。不对吧？你说皇上给我戴绿帽子？不可能，他们是姑侄啊。他们要不是姑侄，哪轮得上孙将军你呀？还有一点你说错了，不是皇上给你戴绿帽子，而是皇上的帽子被你弄得绿油油的。皇上只是爱着太皇太后的余威，不敢公然把真格格怎样。可是皇上渐渐长大了，他想真格格想得眼睛都穿了。孙将军，你再想想，就现在的条件，皇上凭什么急着要撤藩？
皇上一撤藩，我要是跟着吴三桂跑，皇上就能名正言顺杀了我这个不忠不义的反贼。我要是忠于朝廷，吴三桂1个月之内就能拿下广西。那我这个皇上的大忠臣，只有死得更快。所以无论我是做忠臣还是做反贼，都是难逃一死。孙将军聪明，伊娃佩服。难道皇上会为了一个女人不顾江山社稷吗？那要看什么样的女人了。要是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孙将军早就乖乖的把我献给谁了呢？说的对不对啊，孙将军？吴三桂拿下广西，难道皇上还指望见到活的真哥哥吗？总比每天夜里睡在你广西将军府里强吧？我不信你说的话。他腕子上的那串珠子从不离身，对不对？我敢断定，那是他们的定情信物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女人啊，孙将军。说实话，我没见过比你更傻的人了。刚才有外人在，我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现在局势危急，我们只有同舟共济，才能共度难关。我们？世珍，2年了，2年了。我第一次听到你说我们。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，珍儿，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、这个地点，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？如果是换了昨天，或者是今天早晨，你要是这么对我，我可以为你死100次也没有半句后悔。珍儿啊，珍儿。难道我就真的那么不如他吗？妈的！可是就算你现在那么说了，我还是高兴的要命。孙延龄啊，孙延龄真他妈贱！好吧，你就把我孙延龄这条命拿去好了。只要你肯真心跟我说说话，笑一笑，哪怕是你认认真真的骗我一次都行。可你为什么连骗都懒得骗我？是不是在你看来，我和你的狗皇帝比起来就那么1钱不值吗？只可惜，我只能为你死1次。你放心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皇上不会不管我们的。他对你那么好啊！大敌当前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朕这有一份云南巡抚的折子，是关于裁撤3藩的事儿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就说，不必忌讳。我觉得这事儿好办。是啊，现在这个事情，哎呀，真是啊！哎呀，我说不好看。皇上，现在这事儿， 3藩坐拥强兵，
耗费朝廷大量钱粮，如此连年累月下来，天下已不堪重负。当初是为了扫平前明余孽，后来又借口镇抚边远，朝廷也只能听之任之。可现在，皇上亲政，天下太平，可是三藩的军队却有增无减。而且这些由朝廷供养的军队却不听朝廷的节制。朝廷如果眼看着三藩做大，还不如尽早的着手撤藩。如果我们还徘徊犹豫，依奴才看，不出10年，太和殿上坐着的到底是皇上还是吴三桂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哎呀，他敢这么说话，胆大包天！是啊，这被看透啊，真是的。皇上，奴才认为明珠当斩。你说吧。明珠身为国家重臣，本来应该协助皇上怀柔四方，化大事为小事，化小事为无事，让国家休养生息才对。可他不但不这么做，反而在朝会上危言耸听，破坏皇上和我大清功臣之间的关系，想激起事变，来向朝廷邀功。明珠已经危及到了我大清的根本，一日不斩明珠，国家一日不得安宁。你们怎么说？回皇上，现在国家初定，圣天子在朝，正是安定民心、百废待兴的时候。撤藩之后，军队如何安置？如果将他们就地遣散，谁敢担保他们不会潜入山林，聚众为盗呢？如果将他们全部带入内地各省，那么势必会损耗朝廷的很多钱粮，沿途的百姓也会受到他们的惊扰。奴才以为撤藩不妥呀。三藩还算恭顺，如果朝廷执意撤藩，过错就在朝廷。一旦形势鲁莽，激起事变，天下人心向背，朝廷应该考虑。所以，臣以为，撤藩之事应该从长计议。国家多年征战，将士们早就疲惫不堪了，现在谈撤藩，那简直是引火烧身呐！皇上英明神武，可是刚刚亲政不久。臣以为，像撤藩这样的大事，还是应该多向太皇太后请教才是啊！住口！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你们之中还有人要真去打扰他老人家吗？你们这是逼朕不孝！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和当年的鳌拜有什么区别？皇上息怒，明珠包藏祸心，每每揣摩圣意，这一点他那天在马场已经承认了。且不说现在撤藩是否合适，单就明珠不顾国家大义的种种劣迹来看，斩了明珠就是利于朝廷，造福国家，请皇上明察。明珠，有没有他说的这回事儿？皇上，索大人宫中体国，虽然言辞有些过激，但他所指责奴才之事倒是有的。可是今天朝廷议论的是撤藩的大事，奴才断然不敢为自己争辩。奴才该死。明珠他身为一品大学士，在朝中没有亲信，更没有在外面结交党羽，更不用说他和什么藩王暗中收受。他懂得洁身自爱，这一点朕看得很清楚。明珠，你起来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说，你是怎么包藏祸心的？
皇上息怒，奴才是这么想的：满朝的文武是各有各的想法，但是没有一个会认为撤藩对自己是有好处的，啊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皇上，您没必要为这个生气。生气？朕生气了吗？小路子，奴才在。你说朕生气了吗？奴才不敢说。说。皇上有时候是假装生气，那是为了震慑小人。皇上怎么会真生气呢？您说奴才说的对不对？哼。陆公公，这儿只有索大人。你说的小人是谁呀？你这不是明显得罪咱们索大人吗？还不快给索大人赔礼！越来越没有眼力劲儿了，小心我震慑你！皇上，奴才怎么能和国舅爷相提并论呢？国舅爷，小路子奉旨赔礼。哼，就你花样多。什么叫奉旨赔礼啊？老王，等一下陪我去见个人，咱们3个一起去散散心。您是说容若吧？听说他们家少奶奶有喜了，人家这种事儿你都知道啊？我的决心已定，无论有多少人反对，我都不担心。可是准备工作千头万绪，不瞒你们2位，我也不知从何说起。可是我又必须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最孤独。古往今来，人同此心。我想每个当皇帝的都有这种心境，大家不说罢了。也许这就是皇帝的宿命了。哼，容若，你信命吗？我只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。对，不过惊天动地的事儿，我们还不干呢。我们要让后人崇拜我们。那你们说，从哪儿开始？皇上可以密令3藩各省加强武备，把吴三桂他们给包围起来，威逼吴三桂就范。在这些省份当中，我们手中还有一招好棋。广西，对，就是广西。广西如果忠于朝廷的话，就能拖住吴三桂，为朝廷争取时间。广西如果倒向吴三桂的话，让他长驱直入，就会封住火势。老王，那你就替我去一趟广西吧。皇上，如果吴三桂老老实实的撤藩，那就算他命好；如果他胆敢胡思乱想，那我就在广西揪住他的尾巴不放。皇上，您调动全国的8旗精锐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容若，你说呢？侄儿不会背叛朝廷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大兴土木？我想尽我所能，好好替你过个生日。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是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好端端的，又说这样的话。再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赐婚文书上明明白白写着。啊！哼！我差点忘了，他从来没胆量说真话，连个生日也要胡编乱造。你好像对皇上很不满吗？哼！一个穷乡僻壤的老兵，只配给他家做一辈子的看门狗。人家现在已经把最喜欢的骨头扔给了我，我还跟有什么不满啊？啊！
孙将军，这2年确实是我对你不好，你怎么说我都行。可是我想，你是恩怨分明的大将军，我不想你迁怒于别人。再说，我既然嫁给了你，你是谁家的看门狗，我的脸上也不光彩了。你正在气头上，我不想跟你多解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拿你们店最好的茶过来。请问姑娘认识阿泰吗？如果要认识，请代我转告他，我很想念他，很想见到他。前世今生，人和人之间，认识怎样，不认识又怎样？我只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，过得好不好。有的人活在过去，有的人活在现在，也有的人只活在将来。那你呢？我活在茶香里，失陪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在下纳兰容若，顾贞观。2年前在江边失礼了。你是满洲人？对，我是满人。满人也会吹笛吗？哼，满人不仅会吹笛，满人还会读书写字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就是那个写“德也狂生耳”的纳兰容若。你我以为会有笛箫相和，如果强分满汉，那就太俗了。是我不对，不过我被你们满人无缘无故的流放多年，还让我忍辱负重，这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吧？当今皇上亲政不过2年，他在想办法消除满汉的隔阂。慢慢看吧。你和老板娘很熟吗？嗯。老高，我和你是20多年的交情了，你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！你开的这个方子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欺负我不懂是吗？老爷，您刚上朝回来，别发那么大的脾气，当心自己的身体。有什么话慢慢说，高太医又不是什么外人。他要是外人，还没这么可恨。下次他家有人怀孕，就让他吃药。他还有脸姓高，还有脸在太医院里混。明珠，你骂老夫，老夫正人君子，绝不跟你计较。可你方才说老夫不该姓高，那是有辱我列祖列宗之大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请教明珠大人，老夫不姓高，难道大人要给老夫赐姓不成？人云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语。大人此举未免太过小人矣，太过小人矣。
少奶奶，对不起，老夫一生行医，绝不做害人之事。今日虽和明珠绝交，但是此时此地，老夫同样开不出第二个方子。老夫断乎不可一错再错，断乎不可呀！高太医，老爷一回来就要看方子，一看方子就变成这样了。叫雨辰来问话吧，他愣是一个字儿也不说，一直在哭，弄得我们心里都发慌。高太医，您多多担待，我给您赔礼了。算了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学学明珠大人，做回背信弃义的小人。少奶奶莫怪。哟，老爷没了。是啊，我要是猜不到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早就没了。老爷，您说的是谁呀？到了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。阿玛，阿玛，二娘，二娘，鱼都快跳出来了。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你可是答应过皇上要从乡试开始的，皇上还特意在他的上谕里提到过，你可不能让皇上失去天下。阿玛，你放心吧。想起来，皇上对你还真是有情有义。他不但不怪你没给他面子，还经常派人来看你。你可要好好的报答皇上。阿玛说的是，等雨辰身体好点，我就去见皇上。昌儿怎么了？咳嗽加重了吗？我想让阿玛请高太医给他看看。昨天晚上他无缘无故的晕倒了。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现在来，他都不让我告诉你呢。这孩子，你们在府里等着高太医，我见过皇上，马上回来。谢阿玛。谢阿玛。老爷，您刚才说那人是谁呀？哎。明中堂，你说皇上把咱们叫到这个地方来是有什么深意吗？左中堂家学渊源，骑马射猎，天生就比我在行。明珠只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。要是论读书写字呢，那我们倒可以参详参详。一介书生，皇上想到哪儿，你就赶在皇上之前想到哪儿。看来这读书的好处还真不少啊。可是有一样，咱们满朝文武好几百人，饱读诗书的也大有人在，可我怎么没见哪一位有明中堂这样的本事呢？左中堂是不是讥讽我一门心思的揣摩圣上的心思啊？哪里，明中堂令人佩服的地方还远远不止这些哟。左中堂刚才的这两声笑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是谁？这个人一点都不替皇上着想，还仗着祖上和自己对大清有功，专门找皇上的别扭。我明珠就不像他这样。左中堂，你好像对这个人以前蛮赞赏的嘛。你是说鳌拜？明中堂，这种玩笑可不能随便开呀！正刚刚看你们谈得很热闹，
想必对国事又有什么重大方略？皇上，皇上，奴才辜负圣恩，奴才该死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在闲谈。刚才我和索大人争论了几句，奴才惭愧。明珠，你肯跟朕说实话，朕很高兴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圣人说，知耻近乎勇。有些人做错了事儿，如果他会于心不安的话，那就说明是他自己给自己留脸面。至于那些做错了事儿还死撑硬扛的，表面上是要脸，实际上是丢人。皇上，我既是对你们说，也是对自己说。自古以来，能自己认错的皇帝太少了。朕要你们跟我说实话，也许我听了会很生气，甚至说出难听的话来。可事后我会想明白，你们二位是国家的重臣，要对国家好一点。汉武帝晚年向天下人认错，言辞恳切激烈，奴才一直很欣赏他。皇上的这番话，在境界上已经超过了汉武帝很多了。皇上，奴才知错了。好了，朕今天叫你们来，是想问一个人，他就是平西王吴三桂。朕想知道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日后会跟朝廷形成什么样的格局？你们二位回去想想，后天朝会，朕要你们拿出一个好主意来。奴才遵旨。这位有没有胆量算上一卦呀？算命也要胆量吗？天命人命，福祸难言，没有胆量怎么行？好，算得准，我有重赏。可要是算不准怎么办？算准了是您的命，算不准是我的，这样说行吗？有点意思。怎么个算法？您在纸上随便写个字就行。平西王爷万福。你算错了。王爷，小人本来没错，现在错了，小人该死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错的？没准儿我就饶了你。王爷，刚才您在这土地上写个一字，土上加一，明明是个王字。在咱们云南境内，只有您平西亲王一个王爷，所以小人刚才说的是万万也错不了的。算你说的有理，那后来怎么又错了呢？王爷，刚才您都看见了，有个天物在您的王字上面加了一点儿，这明明就是个主字。王爷，您是天下之主的大命，所以小人刚才算错了。好，我今儿带的钱不够，明儿一早你到平西王府门口来，我要重重的赏你。谢谢王爷。我想给我盯住他，凡是在天亮之前和他说过话的人，不问是谁，一概杀了。我看这个算命的说的头头是道啊，不如听听他在说些什么，再杀他也不迟啊。你要记住，做人做到我们这个份上，是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之所以让那个算命的多活几天，是为了把他的嘴封得更严实。小婿明白了。给朝中老臣们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出发了。
他总是咳得喘不过气来，还有这几天总是头晕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他还吹过凉风呢。我都跟他说过好几次了，让他看大夫，可他总是不听，好像跟天下大夫有仇一样。瞧你，高太医给我看病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况且你这话都说3遍了，比二娘还……好，我答应你看病就是了。高太医，对不起我不这么说呢，他肯定不肯的。来，请坐。好。绿奴快上茶吧。你快把手拿出来，让太医诊断呢。少爷，茶已经上过了。再上一碗。绿奴，你和少爷先回书房去吧。为什么？你在这儿，有些病我不好意思说。高太医，您说是不是？少奶奶面子薄那我在门外等着。恭喜少奶奶，你有喜了。真的吗？恭喜少奶奶，我现在马上去禀报少爷，还有二奶奶。不过，既然少奶奶恳切，老夫不妨明告：少奶奶幼年时曾受寒毒侵扰，今者寒毒散入胸腹，已难措手，更兼喜脉上下冲突，这个说是喜脉，实为凶脉，凶险之极，凶险之极呀！这孩子要不要紧啊？难说之至。那就是还有希望。老夫以为应以少奶奶保全贵体为重。少奶奶先天体弱，以老夫手段加之悉心调养，少奶奶自无大碍。但要保母子平安，实是千难万难之事。高太医，我决定试一试，请您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蓉蓉好吗？您医术高明，您怎么说怎么治，我都听您的，不然我什么药也吃不下去了。您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高太医，求求您了。好，你别闹了，别弄了。好了，停手吧。纳兰公子没伤着吧？没想到这名满京城的纳兰公子竟然败在我的手下，看来鳌拜完蛋以后，这满洲第一勇士嘛，哎呀，人家一个读书的公子哪要和你搅和？你呀，真是不长进，3杯酒下肚就开始胡说八道。那没有，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这个呢？谢谢老师。你的文章大有长进，但是武功可也别荒废了。老师说的是，最近我总是忙着温书，因为要准备明年的乡试。别客气，坐。好，有志气。你瞧瞧人家多有志气啊，哪像你呀，就知道关起门来说自己是满洲第一勇士，你也不害臊。满洲第一勇士怎么了？谁要是不服，出来比划比划。你，费老师，你乃英雄豪杰，在下哪个敢不服啊？我就知道有个人不服。谁呀？我。夫人，您当然天下无双，这杯酒是专门倒来敬您的。我提议不如大家敬师傅师娘一杯，祝他们多子多福。同时，我也要告诉大家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的酒量怎么样？有没有长进啊？我的酒量再不济，皇上这杯还是要喝的。你能陪朕喝酒说话，朕非常高兴。朕要恭喜你啊！谢皇上。公子爷，您就常来瞧瞧皇上吧，
奴才担心公子再不来，皇上兴许都快忘了怎么笑了。皇上，难道这2年还少了喜讯吗？喜讯？哼！下面说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。他们说10，我信1都多。下面说旱涝灾害，饥民流离。他们说1，我往10上想都不嫌多。我怎么能笑得出来呢？这么说，还是当昏君比较舒服些。哼，是啊，当了昏君，不但自己舒服，就连他们也都跟着舒服啊！奴才不敢。下去吧。这。荣若，你是怎么看吴三桂这个人的？当年吴三桂反正，老百姓都说他要和李闯争陈圆圆。现在皇上急着向西用兵，恐怕免不了有人会说皇上也是贪图美色，才这么迫不及待的，是吗？哼，荣若，那我们就给后人的戏文添点材料吧。可是，你忍心让我一个人担此骂名吗？你太不够朋友了吧？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个人给您捶腿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平时老爷上朝，我在家里也怪闷的。老爷，您是不是给我找个妹妹，给我解解闷儿啊？呵呵，连你也想跟我斗鸡俩？你是看我的官做得越来越大，你的脸越来越黄，你怕我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妾来家里，所以你索性自己说出来，谈谈我的口风也显得大方。其实你啊，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对吧？老爷，我怕找来找去，找一个比你还笨的，那我可受不了。我还是想啊，将就着和你白头到老算了。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老爷，什么都瞒不过您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阿玛，二娘，看样子你和皇上谈得很投机呀。来，跟俺们说说。皇上决心撤藩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，但阿玛想知道的，好像只有这个吧。小兔崽子！简而言之，保得了大人，保不了孩子。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惭愧，人云依着新政方能守正，今日出尔反尔，为时问心有愧，简直万劫不复啊！老高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。况且你把实情告诉我们，也是为了长儿好。你只保证不告诉犬子，那也不算你不守承诺。大人大大的错了，老夫背信，天地共知。老夫欺人就是欺天，老夫的一世清明就此。高太医，婵儿这病，咱们有几分把握呀？贵府少奶奶外柔内刚，她若肯听我的，老夫也不用做这小人了。婵儿是个好孩子，
他这么做也是为了纳兰家的香火。既然他决心已下，我看那就成全他。老高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把你对我说的告诉我家犬子。这个小人应该由我们纳兰家来做。婵儿，你看如何？阿玛，您对我太好了。人生难得知己，知己难得相逢。今天我们开心，干了！大哥吃了那么多的苦，豪气一点不减当年，我替大哥高兴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杯子太小了，填不满你我的兄弟情怀。要不是他呀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来，干！还记得那年咱俩在江边的情景吗？哼，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人世间的苦，我已经尝到了尽头。要不是你来搅和一通啊，说不定我还真的就投江自尽了，不再忍受人世间的无穷无尽的折磨。可是现在看起来，当时的念头真是好笑。这些苦现在看起来，就像这些小菜一样，清清淡淡，不值一提。大哥这几年受苦了，改天咱们再好好聚聚。大哥的话意味深长，小弟回去以后还要再多想想。我虽然贫苦，但是我安贫乐道。如果我要了你这些钱，我会瞧不起自己的。所以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钱不能要。陈官啊，人家一番好意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用等我的吗？尤其是现在，我们有了宝宝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说啊，妈妈为什么不听话呢？瞧你的傻爸爸，抱都不会抱你，把你弄疼了吧？爸爸笨，爸爸傻，可你爸爸呀，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。等你长大了，不许像我，只许像他。你听见了吗？咱们府里啊要叫阿玛的，你不是早就改口了吗？我真笨。宝宝乖啊。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我哭过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刚才做梦了。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你在前面走，走得很慢，很慢。
可我在后面拼命地追呀追，可怎么也追不上。我就大声地叫你，可就是忘了你叫什么。所以你就急哭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想起来了。瞧你呀！哦，我刚刚跟二娘学的，我来教你。以后啊，你可要多抱抱她。好吧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开个玩笑。吓死我了！以后咱们不开这种玩笑好吗？嗯，我听你的。嘟嘟。夜深了，外边凉，进去吧。在想什么？这白天的事儿，你为我想的那么周到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世珍，我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，你敢听吗？你说吧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，你心里想要的人不是我这样的。这2年，你就在我身边，就这么熬着，心里想什么，我这个做丈夫的，从来也没多问过一句。我本来想，我就这么陪你这么熬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，你会可怜我这一片真心的。你这样说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除了依靠你，我还能依靠谁呢？你对我的每一份爱，都像粮食和水一样，让我生存下去。我这个人一个人待太久了，性格孤僻，有些时候不近人情。你不要怪我。不会不会，我只想让你快乐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好，好，那你答应我，让我好好替你过个生日好吗？我答应你。好。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待太久，小心着凉啊。好。我喝的是毒酒，
明天天亮以前要是回不到这里，毒药就会从我这里开始发作，到时候我会有点痛，痛到咬断自己的舌头就感觉不到了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会变成哑巴，直到我回到这里。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去，还是不去。今天没有大将军，所以没有任何将令。我没办法给你们任何保证，只有一点我可以保证的，我始终会跟你们在一起的。誓死跟随将军。对，我们誓死跟随将军。局势紧张，你待人要多加巡查，但是没事不要惊动了他们，让他们过个好年吧。明年的今天，哎，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明年。我知道，你还是念着我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是我，将军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将军，将军。世子啊，回来了。哎，要出去啊？我去城外兵营转转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不用了，我待会还有事儿。哎，等等，有样东西我送给你。是什么？来，你看。舍利子。谢谢你，我非常喜欢。原本要等你生日那天是送给你的，可是我等不及了。来，我给你带上。我回来再慢慢欣赏吧。孙将军，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说说看，皇上长得什么样子？哎，是不是挺帅啊？说说嘛，说不定我能替你出出主意啊。真格格现在正意气飞扬地慰问三军，等他腾出时间来，他就会来找你。哎，还有。我一定会把你为了一串珠子亲自率领部下出生入死的故事讲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说不定会感动的。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你就只会跟我说这样的硬话？我可是背叛了我的族人，舍了性命救你的。就在昨天，你在山坡上说我爱你这3个字，难道你心里想的根本不是我？都是我不好，惹了孙将军生气。我只是看你们和你开玩笑的。你没事吧？你只要少说两句，我就没事了。我多说几句，是盼着你能少一点烦心事。你的心里只有他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一样无动于衷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愿意留下来陪我吗？你不是回去夺权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为了夺权，前些日子还亲手把我的新郎给杀了。是那个杨公子吧？啊，哼！我听下面人说，没了脑袋，还往前走了好远好远。还有，我为了夺权，昨天晚上我差点把自己给杀了。也不知道寡妇和死人夺了权有什么用处。孙将军，你见多识广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哼，你不用挖苦啊，咱们俩是同病相怜啊。我不过是让人呼来喝去的奴婢，孙将军可是手握千军万马的堂堂统帅。不过，
对于天仙一样的格格来说，孙将军比我更像个奴婢。再说我就杀了你！来呀，你杀呀！杀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孙将军吩咐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你是怎么了？既然皇帝决心不惜一战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大清的国运兴衰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你要大胆地放权下去，好好的保重自己。可朝中只有明珠一个人力主撤藩，索额图他们恨不得把他杀了才痛快。我想放权，可又怕他们心怀不满，坏了大事。哼。这个明珠啊，一向都是谨小慎微的。难道这当宰相当了几年，当出胆子来了？我教你啊，这次撤藩，包括所有的战事，你全都交给托主和的大臣们去筹划。一来表示皇帝对他们依然信任有加，二来让他们无法推诿，看看他们谁还敢有分毫的怠慢。每到关键时刻，老祖宗总有高出常人的谋划。至于明珠呢，你先让他量一量，私下好言抚慰，将来朝廷获得全胜的时候，你再好好赏他也不迟。万一战局不利，迫不得已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借他的人头去堵别人的嘴。广西怎么样了？我准备让索拉旺去一趟广西，可我觉得还不够。你一定要等到所有的人都到了广西之后，再下撤藩的诏书。那样的话，所有的人就回不来了，只有和吴三桂拼死一战了。皇帝既然要战，心里头就应该惦记着天下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安危。如果局势需要，你必须穿上盔甲，到前线去激励士气。如果你不幸战死了，我会立刻在这儿另立新君，继承大位，和敌人血战到底。等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了，我才有时间为我的至亲骨肉去痛哭流涕。做皇帝，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情埋起来，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自己悄悄地挖出来给自己看，再把眼泪擦干净放回去。我这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，你慢慢习惯了就好了。孙儿懂了。荣若，阿玛，阿玛，老爷，婵儿，好好回去歇着去吧。林东，好好伺候少奶奶。是，小姐，走吧。荣若，这么多年，咱们俩一见面就吵。我呢，是看不好你做的事，你呢，是看不好我做人。阿玛，还是孩儿太年轻了，好多事情
分不清楚。你先不必客气，该看不惯还是看不惯。今天这里只有天地父子，咱们俩好好谈谈。哦，如果孩儿说错了话的话，阿玛会不会怪我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有一天阿玛不在了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没想过。你现在就想，马上告诉我。阿玛出什么事儿？我把马蜂窝给捅了。是撤藩吗？哼！皇上决心已定，如果开战，我想朝廷必胜。我开始也这么想，可满朝文武赞成撤藩的，只有我一个。阿玛在朝廷里越是孤弱，皇上会越亲近阿玛。皇上可不是个糊涂的人。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若在平时，阿玛绝对会高枕无忧。可是现在兵穷将危，我怕等不到朝廷获胜，皇上早就把我的人头拿给索额图他们送人情去了。皇上宽厚，而且是非分明。我想，是非分明。呵呵。唉，不说这些了。你还没告诉我，阿玛真的不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倾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亏你还是个御前侍卫，天天跟着皇上，他想什么你就那么麻木不仁？错就错，要你这个侍卫有什么用？还有脸跑回家来说皇上是我朋友？皇上怎么会要你这么笨的朋友？阿玛，你发什么火啊？皇上一直跟纳兰容若最亲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而且皇上最近是越来越不动声色了，你也是知道的呀。你就算骂死我，也于事无补啊。要不是鳌拜当初优柔寡断，现在的天下多太平。阿玛，您刚才说主张撤藩的只有明珠一个，是吗？哼，明珠这只老狐狸鼻子比狐狸还灵，满朝的文武都被他耍了。阿玛，撤藩这么大的事情，明珠一个人是万万干不了的。我看到头来，皇上还是要用咱们的。你小子，你小子！你又怎么了？要是皇上为了震慑群臣，杀一儆百，可怎么办？看来我广西这一趟只有拼了。啊？谁让你去广西？那可是去送死啊！刚才没碰到伤口吧？没想到孙将军带伤上阵，更是勇猛无敌，真是佩服。要是改天，哎，你说，以后要是没人的时候，我该叫你什么？你要是后悔了，就当做是做梦好了。明儿一觉醒来，我们就算少活了一天，一切就像昨天一样。你说好不好？不好。我就知道，你不是那种有胆做没胆认的窝囊废。孙将军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要是能跟我多说点什么，我就更喜欢你了。我会让你当上苗王的。我的孙将军啊，你不是我的第一个，也不是我的最后一个。你要是用苗王来跟我做买卖，我告诉你，
你亏本亏大了。除了这个，我没什么可做的。我要做夫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做你夫人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想错了。这是你家的东西，还给你吧。我早就没有家了。孙将军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不许骗我，好吗？如果他是我，你也会一样不要性命的偷这个送给我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的，我只是想亲口听你说出来，那样我就放心当苗王了。这个送给你，还来得及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是老实人，没想到你也会骗人。好吧，好吧，算你有办法。看在你哄我的份上，提醒你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府里的人报告说，吴三桂的侄子已经在客房里转来转去，转了2天了。孙将军回来了。孙大将军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。武大人，里边请。大将军公事繁忙，能这么快就召见，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哦，对了，不知格格何时可以召见我们？临出来的时候，王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们务必当面向格格致意，否则的话，就让我们爬回云南去。我想大将军不忍心看我们的笑话吧？是，这王爷的话一定要听。传闻朝廷要撤藩。王爷认为这是满清朝廷对咱们汉人存有戒心，如果3藩不保，广西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。王爷很想听听大将军的意思。是，这王爷说的对。孙将军，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是，小将才受重伤。确实有难言之隐啊！最近朝廷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？说来让我乐乐。云南巡抚朱国志真是个书呆子。哦，他在吴三桂手下当官，前2天竟然上折子说让朝廷尽快撤藩，而且吴三桂还首当其冲。您说他呆不呆呀？哎呀，要不是我的好孙儿当皇帝，这种呆子肯定在官场上没法混下去了。这么好玩的事儿，你肯定跟别人也提过，那些大臣们怎么说，我还真想听听。给太皇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说话。
太皇太后，皇上，自打上次朝会以来，奴才日思夜想，心里总不踏实。到了今天，奴才头昏眼花，更是体力不支。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，奴才生怕自己的健体毁了皇上的宏图大计，所以奴才斗胆地请求太皇太后和皇上恩准奴才告病回家。奴才死罪，望太皇太后、皇上爱怜。明珠，国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朕知道你的处境很难，可是你要替朕想一想，朕的处境也很难。你我君臣应该同心协力，知难而上，这才是正道。皇上，一来奴才实在是体弱多病，二来奴才为官多年，好多事处置不当，甚至罪孽深重。奴才情愿给那些年轻的才俊们早早让位。奴才该死。够了，明珠，你是该死。你现在辞官，让群臣的矛头全部指向皇上，你这是不忠。先帝把你交给皇上，事到临头你却临阵退缩，这是不义。既然你一再自称死罪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现在就给我回去，我叫索额图会同刑部重新审核你的罪名，看看是灭你的3族还是灭你的9族合适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借你的人头去平息众人的愤怒。太后，太后，下去。这。来人呐，去把索额图和刑部的堂官立刻给我叫来。朕要想事情，关门。老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告诉你件事，你可不要惊慌。太皇太后有旨，要灭我纳兰家9族，说不定一会儿朝廷就会派人来抓咱们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老爷，我能不慌吗？我得让荣让他们早点准备准备。给我回来！你现在让他准备什么？能晚一刻，就让他晚一刻知道吧。老爷，我总得做点什么吧。荣让他们，老爷，你不是总是有办法的吗？我现在只想和你好好说说话。去看书吧，以后给我讲故事听。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，真的。你不是跟他说过，他有个傻阿玛吗？我很容易上当的。我的故事够多了，给你讲一辈子也讲不完。你信不信？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是啊，阿玛的故事多得讲不完。以后啊，你每天晚上都要缠着他给你讲故事。你记住了，你听完故事呀，就是不想睡，也要装得睡得很香的样子。阿玛看你乖，明天又来给你讲故事了。你懂了吗？你看你，
呆气又犯了。开始还好好跟他说话呢，怎么又？你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我快坚持不住了。你知道吗？飞扬谷告诉我说，只要练成这一招金鸡独立，就连他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就像我这个姿势。对了，你今天还没有去给阿玛二娘请安呢。快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你不停手，我的腿是不会放下来的。我说不过你，我呀不做了。瞧你。哎，我们一个傻一个呆，将来我们的宝宝怎么办啊？所以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。别愁眉苦脸的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小呆子，这件衣服的尺寸你做的好像大了点吧？这是他3岁穿的。你打算在宝宝出生之前把他一辈子的衣服都做完吗？哎，那你赶紧跳过去给他做一件20岁的衣服吧。为什么？给我穿，你答应吗？你已经答应了，对吗？我说话了吗？你眼睛里面说了，我看到了。不对不对，这2天你就是不对。算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安胎药吧。